大家好啊，今天啊，我们再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为什么说在呢？因为前不久啊，我们刚刚介绍了一家机器人公司 EX 这公司的产品。那这两天又迎来了热点，就是刚刚结束的2024年阿里云栖大会。虽然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一直不是中国最先进的啊，但是啊产业链在是吧？中国贡献了机器人产业链30%的部件，所以可以预计，就是当其他人从0到1之后啊，就会又重现中国从1到 N 的这个桥段啊。尽管不会像电动汽车呀、像 AI 那样完全相同的路线，但基本的路线估计差不多。那这次云栖大会啊，可以说是机器人唱主角啊。大会呢不仅设置了专门的人形机器人展区，还特别安排了一场重量级的这个圆桌讨论啊，主题就叫人形机器人的图灵时刻啊。我们看一看他讲了啥啊。那么4位啊，这个业内大佬可以说是齐聚一堂啊，加主持人，他们分别是呢，清华大学的陈建宇助理教授，北京大学的王贺主任，还有2位呢创业者，叫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和逐迹动力的张威啊。那这些专家们讨论的内容呢，就覆盖面可非常广啊，从人形机器人为什么要人形，到最新的技术突破，再到未来的市场前景，可以说呢，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机器人101课啊。那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在讨论的最后啊，主持人问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人形机器人会不会在物理世界突破图灵测试，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呢？你们猜怎么着呀？这4位专家异口同声的回答：能。这份迷之自信啊，就让我们不仅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未来就充满了期待。好吧，既然我们大家都对人形机器人啊这么感兴趣呢，我们就沿着时间线往后回溯啊，看看这些铁皮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啊。那说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历史啊，我们先从这个机器人这个词儿说起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词儿啊最早出现呢是在1920年啊，是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啊，在他的科幻剧本《罗萨姆的万能机器人》中首次使用的。当时这个词儿的捷克语原意是劳工或者苦力，现在想想还挺形象的，对吧？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重要时刻啊，在1950年啊，大名鼎鼎的这个数学家图灵提出了图灵测试啊。那这个测试的核心思想就是说，如果一台机器人和人类对话啊，而人类无法分辨出它是机器，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台机器具有智能。这个想法啊，后来啊，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就奠定了基础，也成了我们评判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重要标准。那么在往后几年啊，在1954年啊，第一个可编程机器人 Ultimate 问世了啊。虽然它看起来一点也不人形啊，更像是一个大号的机械臂，但是它就开启了机器人工业化的先河。大家想想看，从那时候到现在才70年出头，我们的机器人技术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简直是突飞猛进啊！说到真正意义上的人形机器人呢，那就算是1972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发的 Wobot One 啊。那这个大家伙呢，有1.5米高啊，能用人工嘴唇说话，用人工耳朵和眼睛呢来交流啊。那么感知环境，甚至呢还能用日语进行简单的交流。虽然按今天的环境标准来看啊，它可能有点笨啊，但是在当时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啊。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边啊，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呢，可以说呢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程度。1986年啊，本田公司开始了他们的人形机器人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后来就孕育出了大名鼎鼎的阿西莫。1997年啊，索尼呢就推出了 aibo 机器狗。虽然它不是人形的啊，但是在这个情感互动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机器人，它不仅可以完成任务，是吧？
还可以成为伙伴。那进入21世纪啊，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可以说如火如荼啊。2000年呢，本田发布了新版的 ASIMO 啊，这个小家伙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之一啊，能走路，能跑步，甚至呢还能踢足球。那当然，到了2013年啊，大名鼎鼎的波士顿机器公司推出了 Atlas 啊，大家可能还记得阿特拉斯这个跑酷啊、后空翻啊这些视频是吧？可以说是非常酷炫啊，酷炫到爆。那在2016年吧，这个汉森公司呢，就推出了索菲亚啊，在另一个方面取得突破。这个索菲亚呢，有着看似这个近乎真人的这种面部表情，能进行简单的对话，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交型机器人它未来的潜力。那不过呀，真正让这个人形机器人发展的进入快车道的，还是最近几年就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啊。2022年11月份OpenAI 发布了 ChatGPT 那这个就震惊了全世界，展示了 AI 在语言理解能力和生成方面的这个惊人能力，这就给人形机器人它的智能化呢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那同时这个特斯拉呢也发布了他们的 Optimus 这个原型机虽然当时呢它的表现呢可能不如某些专业机器人那么出色但是大家别忘了特斯拉可以说是以量产见长的如果他们真的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入到量产阶段，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没准在不久的将来是吧，我们每个人都能买得起自己的机器人助手，一辆家用车的钱当然还有我们刚才看过的这个 EX 公司的这个机器人那这是有 OpenAI 和英伟达投资的最新的机器人公司技术那好，我们说完了这个历史我们再回到2024年的这个云栖大会的现场刚才提到的这个4位专家是吧？他们都带来了哪些让我们感到兴奋的观点呢？首先是关于为什么要做人形机器人这个问题。那这个宇树科技的王星星就分享了他的经历。他说呢，这几年前他还坚决反对做人形的这个机器人觉得技术还不够成熟。但是到了2022年 AI 模型的数据已经很惊艳了这就让他在2023年决定初步涉足这个领域。短短1年半的时间他们就发布了2款人形机器人成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另外，这个逐迹动力的张威就强调了人形结构的必要性。他认为机器人的使命呢是代替人类运动，而人形结构呢最适合完成移动和操作这2个核心任务。特别是这个双腿结构，能让机器人到达人类到达的任何地方。这番话呢就让我想到我们世界就是我们为人形而设计的比如说楼梯门把手操作台这些都是按照我们人的尺寸来做的。那人形机器人自然就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环境。那么说到技术难点清华大学的这个陈建宇助理教授呢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呢最关键的也是最薄弱的部分就是小脑，也就是控制和协调能力。他说呢，本体虽然也很难，但是其中诸如芯片如何做已经有诸如机器人、电动汽车这些产业发展可以借鉴。对于大脑而言，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强大的大语言模型技术，但对于小脑我们发现大部分机器人现在用的还是10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技术。就这个话就提醒我们呢，别光顾着提高机器人的智商那它的运动细胞也同样重要那么北大的这个王鹤教授特别这个关注手脑这个协调的能力他提出了机器人的泛化抓取能力。那么无论是透明的、高光的或者是像这个吸光的各种材料的物体，我们的机器人都能抓起。你想想看，如果机器人像我们人类一样，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物体是吧，都能自如的抓取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帮助我们做家务照顾老人那还不是轻而易举吗？另外这个王星星也提到了他的一个
比较让人兴奋的这个展望。他说呀，如果能够给人形机器人看一个视频，或者做一个简单的演示啊，他就能学会一个动作，那就会使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表演能力发展到一个天翻地覆的这种一个变化啊。这就让我们想到这个将来是不是我们可以像就教小孩那样教机器人做事你只要示范一遍，他就能学会，那样就相当方便了，是吧？所以关于这个大模型对人形机器人的影响专家们的看法呢也都很有意思啊。比如这个张威认为具身智能将会是多模态大模型的一个杀手级的应用。他还提出了软件定义硬件，但数据定义软件的这么一个观点。这话听着是有点绕啊，但是你仔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的。就像我们的大脑控制身体一样，优秀的 AI 系统呢，能让机器人的硬件发挥出更大的这种潜力。另外，这个王鹤教授呢提出来一个大模型赋能机器人的3个阶段首先呢是作为智能体进行任务规划，然后作为控制器监控执行过程，最后实现端到端的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这个听起来呢是不是有点专业啊？简单来说就是机器人会先想好怎么做，然后呢边做边检查，最后能看到听到指令就直接行动，就像我们人类一样的这么自然。说到市场前景这个大家还都是比较乐观的王鹤预测呢，明年可能是商用元年，他们的目标呢是5年内在这样的场景，就是包括汽车工厂爆箱子呀，出货量达到1万台。那还预测10年后人形机器人可能进入家庭那么15年后呢，可能形成1000万级别的这个市场。听着是不是很激动啊？没准几十年之后是吧，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个机器人管家机器人保姆。这个陈建宇老师的看法呢是更乐观，他认为在1-2年内，人形机器人就能在各行各业找到早期的使用者。王星星甚至预测呢，3年内全球范围内可能出现真正的通用机器人 AI。不过张威提醒我们呢，要避免过早的商业化他认为产业发展应该是事件驱动，而不是时间驱动。这话呢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毕竟技术的发展有时候它就是不按套路出牌的，有可能突然就有了重大的突破。你像这个 OpenAI 是吧？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个机器人在未来的应用特别是我们即将面临的这个老龄化社会中的应用那么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那么在全球2050年全球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达到22%在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呢，这个问题可能更为严峻。那么人形机器人能不能成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这个救星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机器人身上。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在养老领域确实还是有巨大潜力的。首先呢，它可以提供24小时这种不间断的日常照料，帮助老年人呢完成日常的活动。那另外它可以通过内置的传感器，机器人呢可以实时监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配备先进 AI 系统的机器人呢，可以和老年人进行交流，减轻这个孤独感。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因为孤独对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呢，机器人可以立即采取行动并呼叫救援，这可能挽救很多的生命。那当然，最后呢，机器人呢也可以通过游戏对话这些方式呢，帮助老年人保持这个认知能力。那这对于预防老年痴呆这些疾病是很有帮助的，是吧？那听起来是很美好但是呢，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机器人只是我们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完善这个社区的养老服务远程的医疗系统，包括这个代际的互助计划，更好的这个养老保险制度等等等等，以及全面的健康教育。只有将这些方面完全的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呢真正应对好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所以总的来说呢，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阶段。
从技术突破到市场应用，从工业场景到家庭生活，人形机器人正在逐步改变我们的世界。那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人机协作的这个新纪元啊，那么我们既要保持这种开放和创新的态度，那么也要思考如何确保这项技术它的发展能够真正的造福人类。那么人形机器人它的图灵时刻或许并不遥远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如何塑造这个时刻，以及在它之后的这个未来。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云栖大会这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就是人形机器人会不会在物理世界通过图灵测试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专家们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这个能字的背后其实是隐藏着许多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当机器人变得越来越像人类，我们该如何定义人性呢？如何维护人类的这个独特价值呢？那在工作场景中呢，如何平衡机器人效率和人类员工的这种就业需求，是吧？在家庭中呢，我们如何处理机器人和家庭成员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的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另外就是随着人形机器人它的技术的发展，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伦理和法律问题。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形机器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了事故，我们是否需要为这个人形机器人制定专门的就是法律来负责呢？谁该为他负责，对吧？是制造商程序员还是使用者？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这个人形机器人将来制定一个专门的法律法规？那么这个安全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随着人形机器人越来越智能，如何确保它们不被黑客入侵用于不法的目的？如何保护使用者的隐私？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这个思考这么一个未雨绸缪的问题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我们还是有理由对人形机器人的未来是充满期待。大家想象一下，在这个不久的将来，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形机器人助手可以帮助我们做家务、照顾老人孩子，甚至成为我们学习伙伴和这个情感支持那在工作中人形机器人可以承担危险或者是重复性的这种工作，让我们人类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创造性的这种工作在医疗领域，人形机器人呢可以成为医生的这个得力助手24小时不知疲倦的照顾病人进行精确的这个手术操作。那在教育领域这个人形机器人呢这个老师他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呢提供个性化的教学，让每个孩子都能获得最适合自己的教育。像在这个太空探索、深海作业，是吧？这个灾难救援这种极端环境下，人形机器人呢更是能发挥它的巨大作用去完成人类难以企及的这些任务。所以这些应用场景都将极大的推动我们人类的这个进步。当然我们说要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景，我们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技术上呢，我们需要不断的探索，提高人形机器人的智能水平、运动能力和续航能力。产业上呢，我们需要建立完整的生态链，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易用性。在社会层面我们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就跟现在电动车一样，是吧？已经上路了，还没有合适的法规，这就法规落后了。建立这个伦理准则，为人形机器人的这种广泛应用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那最后我想说的是呢，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不应该是要取代人类，而是呢解放我们人类的劳动，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像一位科学家说的那样机器人应该做机器人擅长的事儿，人类应该做人类擅长的事儿。所以我们会一起来期待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可能，这将给我们每个人创造人机和谐共处的世界毕竟塑造未来的
不仅仅是技术啊，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和行动。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啊，希望通过这次云栖大会的热点讨论啊，以及我们对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历程的这么个回顾，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人形机器人的未来呢，可以说是精彩纷呈，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